大家好，这里是 Jeffrey Tech。由于越来越重视手机的影像系统，如今的安卓旗舰机在厚度方面都有些放飞自我。而与其他安卓手机厂商不同的是，三星的 S 系列却有些格格不入。最近有博主披露了三星下一代 S25 系列的部分消息，新机在厚度方面又有了进一步提升。据博主海滨宇宙近日的一份爆料中提到 ，S25 Ultra 机身2角可参考 Galaxy Note 7，也就是说，三星 Galaxy S25 Ultra 可能会采用更加圆润的边缘设计。同样来自于该博主的爆料中还提到，三星 Galaxy S25 Ultra 的机身厚度是 8.4 毫米，逆势进一步做薄，是这些年 S Ultra 机型里最薄的。据悉，三星 Galaxy S21 Ultra 到 S23 Ultra 的机身厚度都是 8.9 毫米，三星 Galaxy S24 Ultra 的机身厚度是 8.6 毫米。该博主透露，三星的设计还是不想向影像妥协，不想往一坨奥利奥的方向发展。该博主以往的爆料中提到了三星 Galaxy S25 Ultra 的相机配置。结合爆料中的信息来看，三星 Galaxy S25 Ultra 将后置5000万像素超广角镜头、2亿像素主摄、5000万像素3倍长焦镜头、5000万像素5倍长焦镜头，其中超广角相机将采用新版 2.76英寸 JN1 传感器，尺寸略小于三星 Galaxy S24 Ultra， 但分辨率提升至 50MP。3X 相机则配备稍大且分辨率更高的全新1/3英寸 ISOCELL 传感器，同样达到 50MP。该博主表示，尽管这一消息并未达到人们对三星的期待，但受限于内部空间，这已是最佳方案。看来三星在影像堆料和外观设计综合考量还是偏向于均衡。此外，新算法也在筹备中，但具体细节上无法透露。作为参考，目前在售的三星 Galaxy S24 Ultra 后置2亿像素广角摄像头、2倍光学品质变焦、5000万像素、5倍光学变焦和10倍光学品质变焦摄像头、1200万像素超广角摄像头、1000万像素3倍光学变焦摄像头。博主海滨宇宙还曾提到，三星计划将 Google Gemini Nano Version 2应用于 Galaxy S25 系列。就此来看，三星将在 Galaxy S25 系列中带来更多的人工智能功能支持。三星在最新的三星 Galaxy S24 系列旗舰中就带来了 Galaxy AI 功能，后续继续带来相应的升级也合乎逻辑。另有爆料显示，三星 Galaxy S25 标准版型号为 SM-S931的电池容量可能和三星 Galaxy S24 相同，容量为3881毫安时，典型值为4000毫安时。三星 Galaxy S25 Ultra 的电池也可能与三星 Galaxy S24 Ultra 相同，采用5000毫安时电池，支持45瓦快速充电。性能方面，来自此前的一份报道显示，天风国际证券分析师郭明基认为，三星的3纳米芯片 Exynos 2500良率低于预期，可能导致无法出货。明年推出的 Galaxy S25 系列全系使用高通芯片。关于高通最新旗舰芯片骁龙8 Gen 4，此前就有爆料称骁龙8 Gen 4的自研超大核频率将达到惊人的 4.2 GHz， 预示着该处理器将带来前所未有的强劲性能。近日又传来了更劲爆的消息，有数码博主爆料称，骁龙8 Gen 4实验测试版主频再次升级为大超频 4.37 GHz。 他评价这样的频率提升是否太过凶猛，如果最终量产版本能有效控制发热问题，那么这颗处理器无疑是性能与效率兼顾的神龙。也有网友发出质疑，称骁龙8 Gen 4也有可能是火龙。另外还有消息称，骁龙8 Gen 4在图形处理方面将迎来重大升级，将首次引入 GPU 插帧技术。这意味着像原神这类对硬件要求较高的游戏，玩家将能够在 1080p 分辨率下享受到120帧的流畅画面体验，这无疑是个令游戏玩家振奋的消息。高通官方也适时地放出了一些风声，确认骁龙8 Gen 4将在10月份举办的骁龙技术峰会上正式亮相。这款备受瞩目的芯片将采用台积电先进的3纳米制造工艺，而且在 CPU 架构设计上大胆突破，抛弃了传统的 ARM 公版设计，转而采用自主研发的新架构。就不知道今年 Galaxy S25 能不能成为驯龙高手了。不过近日 Samobot 的报道分析称，为了不受制于高通的一家独大，三星可能会引入联发科天玑系列旗舰芯片，以达到制衡价格的效果。韩媒 Snet Korea 此前爆料称，三星电子最新的基于其第2代3纳米工艺的 Exynos 2500处理器，虽然已经完成了流片，但是目前良率仍略低于 20%。三星电子一般要到芯片良率超过 60% 后，
才会开始量产手机 SoC。目前的良率水平离这条标准线还有不小距离，未来能否用于 Galaxy S25 系列旗舰智能手机还不确定。就目前看来，三星应对良率不足的方案有两种：一、Galaxy S25 系列手机全系标配高通骁龙8 Gen 4处理器；二、三星和联发科合作，为 Galaxy S25、Galaxy S25 Plus 手机定制天玑芯片。该媒体认为三星选择后者的可能性较大，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高通骁龙8 Gen 4处理器的售价问题。由于台积电3纳米供不应求引发涨价潮，供应链消息称基于 N3E 工艺的高通骁龙8 Gen 4已率先开始涨价，较上一代报价激增 25%， 预计将超过250美元。有更多证据表明，联发科的芯片组供应价格低于高通公司。根据早前公布的2024年第一季度数据，联发科在该季度的芯片组出货量最高，约为 1.14 亿颗，但利润仅为230亿美元。而高通公司同期的芯片组出货量为7500万颗，利润为370亿美元。这么看来，三星在自家 Exynos 2500芯片良率不俗，高通骁龙8 Gen 4芯片大幅涨价的背景下，和联发科的合作也在情理之中。另一方面，如果这次联发科成功借天玑9400打入三星手机供应链，对联发科可以说是重要的里程碑。不过，三星电子为 Exynos 2500芯片量产定下的最晚时间是今年年底，因此在9到10月前，三星 LSI 部门还有一段时间提升下代旗舰自研手机 SoC 的良率。因此2025年上市的 Galaxy S25 系列或将延续双处理器规格做法，依据不同市场销售 Exynos 2500或高通骁龙8 Gen 4两种版本。然而，业内的普遍的看法还是 Exynos 2500芯片即使能够被用于 Galaxy S25 系列，初期的供应应该是非常有限的。因此 ，Samobile 的报道分析认为，三星 Galaxy 25系列可能会考虑引入联发科天玑系列处理器，三管齐下，以缓解成本压力。不过，虽然联发科天玑系列近年来在高端市场已拥有一席之地，但三星过往只在其中低阶机中采用过天玑系列芯片，如果要用在其顶级 Galaxy S 系列旗舰机上，势必将考验市场接受度。综合现有的消息来看，全新一代的三星 Galaxy S25 系列有望采用新的外观设计，并带来影像、性能、AI 功能等方面的升级，并有可能首度引入联发科芯片。不过，目前距离新机的发布还有着一段较长的时间，其实际的情况如何也存在着变化的可能。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。你认为 Galaxy S25 使用联发科芯片会被市场接受吗？欢迎和我们交流互动。想了解更多数码资讯，记得关注我们的频道。我们下期再见。